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女孩子在外出差，如果遇到男同事欺负，要反抗吗？很显然，陆云彤不仅反抗了，还被男同事扯断了项链。就在她低头捡项链的时候，男同事又从身后将她抱住，满是酒气的嘴眼看就要吻上她的雪白梗子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让他们两人都愣在原地。于晴安，帮我！眼前这个男人就是陆云彤的前男友，分别6年不见，再见到依然让他心颤了。我警告你，少管闲事！男同事王书川停下手里的动作，却将陆云彤一把抓住了胳膊，不给他逃走的机会。在跨越海洋的国外，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下，他就不信了陆云彤能逃出自己的手心。而且为了拿下他，今晚的酒里他可是费尽心思的想走。那就等着难熬致死吧。陆云彤，我们的关系好像没到救你的地步，除非你求我。于晴安薄唇微扬，淡淡地望着他们。异国他乡还能遇到老情人，还真是有缘呢。我求你救我。陆云彤只觉得头晕目眩，他要是没猜错的话，这个王书川很可能在他饮料里加东西了，真是卑鄙。放开他！于晴安攥紧拳头，缓步走近着他们，而一旁的王书川似乎还未察觉到危险。我偏不，他是我的猎物，你想找女人，自己吧台找去啊！话刚说完，他就被一拳打在脸上，左脸瞬间肿成一个包子脸，来不及很疼，又一拳打在另一边脸了。眼看于晴安凶狠的眼神，他连连求饶道：大哥，我服了，你别再打了，还不滚！陆云彤失去支撑，身子一瘫软，一头栽进于晴安的怀里。他迎上那深邃的眼睛，焦急地说：快走，我难受。酒店里的客房，昏暗的灯下，陆云彤浑身燥热的躺在大床上了，而坐沙发里的于晴安眉头一皱：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，他不是医生，治不了他身体的难受。你先过来，我有话对你讲。陆云彤朝他招招手，此刻他坐在床边，而他用手攀上他的脖子，脸上带着一丝恳求地说：我的身体医生救不了，要不你来。话落，不等他反驳，陆云彤主动吻上了薄唇。之后的事，一切都在意料之外了。他曾经发狠话，要与于晴安老死不相往来，而今晚却是亲自推倒了这个男人。他还说过，就算是跟阿猫阿狗谈恋爱，也不会再啃回头草。可就在刚刚，陆云彤分明觉得被他救下的那一瞬间，简直帅翻天了。但不过才一晚过后，陆云彤就后悔了。她怕被前男友给缠上，趁着还未天亮，就丢下床上的人儿，仓皇地逃回国了。坐在飞机上的那一刻，她才长吁一口气，逃离他的感觉真好。她也在心里祈祷，希望永远不要再见到于晴安了。1个月后，陆云彤正在咖啡厅里等着见相亲对象，一个高大帅气戴眼镜的男人正朝他走来了。两人点头问好后，他就看先口了：冯阳，医生，30岁，有房有车，是个绝对的潜力股。你确实很优秀，但我没有谈恋爱甚至结婚的打算，所以你懂的。冯阳喝一口咖啡：我瞧你面色苍白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学过中医，可以帮你把把脉。
话落，他修长好看的手指已经搭在他手腕处了。见状，陆云彤没敢乱动，自己最近身体是诸多不舒服，能不挂号就看病，他没理由不领情。冯医生，我没的大病吧？他紧张地问。因为他面色越发难看，他就猜测着结果可能不好吧，一颗悬着的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。你怀孕了。冯阳收回手，一脸淡漠地说着。我不是有意瞒着你相亲。他尴尬地解释。陆云彤甚至都不知道某人的爆发力这么强，仅仅一次就让自己中招了。我知道。冯阳很绅士的一笑。最怕空气突然静止，本就紧张的气场现在更压抑了。陆云彤清下嗓子后才低声地说，冯医生，我们今天相亲，以后就是朋友了，你看你又是医生，能帮我一个忙吗？你不想要这个孩子？他苦闷地点点头。陆云彤不是狠心，而是他现在正处于事业上升期，更重要的是这孩子生父是他不愿提及的人，注定是没可能生下来的。可你刚才说了对我没有兴趣，那冯阳为难地摊摊手了。他并不是有意为难陆云彤，而是觉得如果可能的话，他不只是想跟他做普通朋友。不得不承认，眼前的女人让他的心有一丝的颤动了。陆云彤抱歉地笑笑。那好吧，拜拜。他不喜欢强人所难，更何况彼此只是一面之缘。他又说了那样伤人的话，被拒绝并不奇怪。先去做个检查吧，没有检验结果，没人敢给你做这个手术。都听你的。两人相视而笑了。检查室内，冯阳等他做完检查，给递上了一瓶水，两人低头窃窃私语的样子，时有笑出声来，被于晴安逮个正着，俊逸的脸上瞬间布满黑线了。这个女人还真是一刻不闲着呀。姐，你先回家吧，我还要看望一个同事，就不送你回去了。于晴安跟大姐分开，就朝医生办公室走去，根本懒得解释，就拽着陆云彤直接走了。你干嘛呀？陆云彤气恼的一把甩开他的手，将手里的检查单子也给放进包里了。你跟那个男医生在干嘛？相亲啊。于晴安凝望他一眼，才冷冷地说，在妇科相亲。陆云彤，你不会怀孕了吧？你才怀孕呢，他是一名医生，我们在医院相亲，有问题吗？跟你有关系吗？陆云彤懒得啰嗦，转身想走，却被他又给拽住胳膊，两人僵持不下。冯阳在他们身后轻声开口，陆小姐，你才怀孕4周，就算做人流也要8周左右的时候，不着急做决定的。冯阳说这话只是医生的心态，并没顾虑太多，却不想给陆云彤带来不小的麻烦。陆云彤，你在弄我儿子的命，给自己找男人吗？于晴安攥紧拳头的低吼着。若不是觉得在医院里，他这会儿就不需要好好跟他说话了，直接拿一根铁链绑将人起来，他估计才不能胡作非为了。我是怀孕了，但跟你有关系吗？你咋就确定这是你的种？陆云彤一把推开他，气鼓鼓的提包走人了。真是活久见，一个前男友有啥资格跟他吆五喝六的？于晴安的拳头重重打在雪白的墙上，一刹那间竟然让他发现掉落在地上的项链，低头捡起断掉的项链，一股熟悉感让他眼眶变得湿润了。狠心的女人
竟还留着6年前的礼物。陆云彤，你到底是怎样的女人？精品店。于晴安拿出断掉的项链，递给了销售员，帮我修好这条项链。于先生，这是多年前的旧款，而且修复成本高，您要不要看一下新款？销售员挑出一盘本季的新款项链，个个精致绝美，将断掉的项链衬得就有些格格不入了。不计成本，帮我修好它。撂下一句话，他就直接转身走了。世间的东西不是只有新的才好，有意义的才是最好的。而他想要修好它，也只是为了记住那段伤他至深的感情。好时刻提醒自己，当年的陆云彤一走了之，有多无情。晚饭后，陆云彤在书房正打算忙工作，母亲就推门走进来了，脸色凝重，一副欲言又止的神色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他把手提电脑丢一旁，一脸急切地问。母亲深沉地叹口气，犹豫良久，才说：妈妈要做手术了，之前没告诉你，是怕影响你工作，现在是不得不说了。陆妈妈像是在告知遗言，让陆云彤脸色都煞白了。妈，你做的是什么手术？你别吓我呀，就是个小手术，但也会有不可抗的危险。彤，这个文件袋里装的都是我们家的重要东西，密码我都一一写好了。还有，陆妈妈突然语塞了，就这架势，直接把陆云彤吓够呛。他紧紧抱住母亲，妈，跟你明说了吧，我没有自理能力，也不会打理这些大情小事，咱家的事也只能你来操持。你要是敢有个意外，我就跟你一起走。呸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妈就想在动手术前看你有个男朋友，这个要求很为难吗？这是啊。陆云彤尴尬地挤出一丝笑，感情云女是在这里等他呢。动手术是导火索，说遗言是借口，就想安排他的人生大事呗。你不想让妈妈开心地进手术室，那我还不如等死好了。陆妈妈小脸一沉，眼眶就跟着红彤彤了，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，让陆云彤只能认栽了。门外，陆云彤拿着买的好酒，酝酿了好久，才摁响了门铃。是你。于晴安开了门，打量门外的人儿，一身的天青色连衣裙，手里提溜着2瓶红酒，嘴角微微荡漾，摆明是来求和的，就让他觉得周身都不自在了。不请我进去吗？话落，陆云彤弯腰从他胳膊下走进客厅了，清一色的冷色调让他觉得像是进了冰窖，冷不丁的打个寒战。我说，你就不能填点喜庆的装饰吗？除了黑就是白，冰冷而无趣。你以前可不这样啊。于晴安眉头一挑，不悦的神色让他收敛些，安分地坐下来了。我变得阴冷，还不是拜你所赐？突然来找我干嘛？直说。他翘着2郎腿，自顾自地喝着咖啡，慵懒的神色竟透着该死的迷人。陆云彤收回视线，脸上堆笑地开口道：我给你送酒啊，这一款是你的最爱。他殷勤地把2瓶酒递给他了。于晴安没接，而是冷冷的一笑：陆云彤，你来送酒，不会是为了商量孩子的去留问题吧？那晚是个意外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他可以勉强接受他生的孩子，但他就休想了。我打算生下孩子了。那你还来干嘛？于晴安见他拿捏情绪的样子，眉头都紧皱了。我想让你演我的男朋友，
就去见我妈一面，以后孩子的事咱俩就算两清了。他终于把话讲清楚了，但见他阴沉的脸，陆云彤竟吓得后背冒冷汗起来。这气场是要杀人吗？我欠你的。他讽刺地瞪他一眼。算吗？我觉得咱俩算是商量着来，毕竟有着共同的孩子，比一般人是要亲近的吧。于情安猛地起身，将他抵在了沙发后背上，四目对视，无情的眼神让他觉得心慌，想逃却力量不够，只能强装一份淡定，还在被他猛敲一下额头，吓得失声大喊：于情安，你敢杀人，我死了也要缠住你，不想死就滚吧。他闪开一条道，陆云彤不敢迟疑，跌跌撞撞的就逃出门去了。直到坐进电梯里，他心还突突的难受，挨千刀的，这男人咋变得这么狠了？你的前男友同意陪你演戏了吗？闺蜜王珍珠见他不语，就能猜个大概，递过去一杯果汁，安慰地说：要不我给你找个男神。还是算了吧，万一我妈要我俩去直接领证，那不当场露馅，我也只能当回不孝女了。陆云彤拿起鲜榨果汁，一股脑的给喝光了，还不忘舔一下杯沿，简直爱死橙汁的味道了。你都怀他孩子了，都不顺手帮这个忙，你那个前男友还真是无情无义。陆云彤唉声叹口气，6年前是我提的分手，又是我抢走他的出国名额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原谅我吗？那晚在酒吧能救他，估计就算开恩了吧。王珍珠打量一番好友，才一脸羡慕地说：那他指定爱惨你了，不然过去6年都还没找你报仇，竟然还能在异国他乡救你。陆云彤，你真做过这么狗的事吗？不仅如此，我还把他的白月光学妹给撂破旧仓库了。我这人没啥优点，就是睚眦必报。王珍珠朝他竖起大拇指，我是真服你了。我也服我自己，自己挖的坑把自己给坑了，明天一早怎么跟我妈交代呀？陆云彤深深地叹气起来，早知如此，想当初他就不该把于情安得罪透彻了。你去哪？王珍珠在他身后喊。陆云彤背着摇摇头，我去自投罗网。这就对了，没什么事是睡一觉解决不了的，我在这里默默地支持你。闺蜜说完，还不忘朝他眨眨眼，暗指的意思让人不禁遐想连篇，估计也就是想一想了。陆云彤坐进车里，望着略显昏暗的路灯，自嘲的一笑，他跟于情安的过节恐怕是和解不了了。翌日上午9点，陆云彤急匆匆赶到医院，与云女士四目相对后，有些尴尬的一笑：妈，我给你带的早饭。10点的手术，你觉得我能吃饭吗？你说要带来的男朋友呢？陆妈妈望一眼空荡的门口，一览无余，就知道又被女儿给糊弄了。哪有什么男朋友，就他那工作起来不要命的样子，有哪个男人能受的了？看来是自己太奢望他了。他公司开会，总经理嘛，都忙。陆云彤一本正经的编瞎话：我是没福气抱到外孙了，哎。陆妈妈这会儿就只剩唉声叹气了。阿姨，就在陆云彤哄不好的时候，门口突然出现的于情安，提着一个大大的果篮，正朝他们温柔地笑着，成熟稳重的外表让陆妈妈瞬间就笑盈盈了。你就是那谁吧，快进来坐。
陆云彤连忙殷勤地接过果篮，用唇语问他怎么来了。于晴安回他个邪魅的笑，就让他心里顿时不安了。直觉告诉他，于晴安可能要搞事情。阿姨，我是彤彤的男朋友，于晴安，公司临时有会，所以来晚了。陆妈妈满意的笑不拢嘴了。小于，我就做个小手术，你公司要忙的话，就先去忙吧。等阿姨出院了，你一定要来家里吃饭哦。阿姨，公司里的事我已经都交代好了。今天一整天我都陪在你身边，而且彤彤有了身孕，我再正好也能照顾她。于晴安说完，还深情地望着陆云彤，如此的情真切切，让陆妈妈都被感动到了。小鱼，看着你俩这么幸福，阿姨心里就踏实了。陆妈妈被推进手术室了，陆云彤拉着她的手走到楼廊尽头，直截了当地问：云晴安，你今天来是想报复我吧？还给你。他把修好的项链递到他手心里了。我早就想丢了，就是一直找不到，原来被你捡去了。陆云彤轻描淡写的搪塞过去了。是吗？我可是前2天刚捡到的。陆云彤，既然你需要一个男朋友，我们又有了孩子，不如假戏真做呀。他轻笑着提议。我不同意。说好听了是假戏真做，不就是想糟践他吗？陆云彤才不会相信他会有这么好呢。于晴安将他抵在墙边，用指尖刮一下他鼻尖，才凑近低声说：陆云彤，我说假戏真做，没说会真心爱你。你既然早就不爱了，那又怕什么呢？于晴安，当年的事也是你逼我的，你要是不偷偷办理出国的事，我会跟你提分手吗？要不是你跟白月光学妹偷摸的交往，我至于抢了你出国的名额。所以咱俩谁也别记恨谁，早已经互不相欠了。陆云彤气的脸都涨红了，这些话憋他心里很多年，今天都说出来，心里突然就释然了。昨晚是他病急乱投医，现在想明白了，他的冷漠才是分手情侣的该有的态度。陆云彤，你一句互不相欠，能当一切从没发生吗？我可以不追究过去，但现在有孩子了，你必须跟我在一起。他说的是在一起，而非结婚。看来于晴安也只是想要这个孩子，毕竟没哪个男人可以接受自己孩子叫别的男人爸爸吧。我妈今天做手术，等我有空了会慎重考虑一下。于晴安，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陆云彤做出最后的妥协，若再逼他，那就只能流掉这个孩子了。并非他狠心，而是不想跟他纠缠不清。陆云彤，你算计我的事太多，这一次我会盯紧你的。还有，我的孩子不需要其他的爸爸，少跟乱七八糟的男人套近乎。他竟扑哧笑了。你笑什么？于晴安冷冷地问。陆云彤用手拉低他的头，让两人能平视。于晴安，你不会还爱着我吧？要是你还爱我，我可以勉强再收了你哦。他胆大地用指尖抚过她的唇边，温柔的触摸，让她心里一阵燥热，低头吻上诱人的粉唇，霸道地纠缠许久，才将快窒息的他给松开了。既然撩拨，就别认怂，陆云彤，我有的是兴致陪你玩。于晴安因为一个电话不得不离开了，而陆云彤这次得以喘息的机会，这骇人的气势让他真正意识到，男人是不能轻易撩拨的，尤其还是一脸禁欲戏的男人。
一旦招惹，就是在引火自焚的节奏。客户病房里，陆妈妈在医院已经躺1周了，她这种好热闹的脾气，与她而言已经是极限了。喂，小于啊，你今天有空来医院吗？于晴安看一下行程，阿姨，我下午过去接你，不过你要出院，彤彤知道吗？她一直忙着工作，都已经几天没来医院了，而且我这是小手术，早就可以出院了。陆妈妈又絮叨一会儿，才满足地挂断电话了。这个于晴安还真是难得的好男人，配他女儿刚刚好。他这算是因祸得福了，生个小病，竟多了一个好女婿，别提心里多美滋滋了。走廊里，冯阳把陆云彤叫到一旁，才低声说：“陆小姐，你先看看这份检查报告，子宫有病变的可能。”陆云彤看着报告，脸色都变了，他没想到癌症会离自己这么近。冯阳为难地点下头，保险起见，这个孩子最好先不要，但这事你要跟于晴安说吗？他们的一些往事，他也知道几分，所以心里挺替陆云彤担忧的。再说吧，他有些犯愁了，毕竟刚说了要留下孩子，放弃生殖的事，就出了这档子事，看来这个孩子还真是命运多舛啊。陆云彤正在两人沉默的时候，于晴安冷着脸走过来了，跟我回家。见他脸色很不好，陆云彤也没跟他置气，在跟冯阳点下头后，就被他拽着直接上了车。到底是豪车，在路上飞速行驶，硬是没一点的颠簸，就连他手里开盖的奶茶都没洒出一滴来。但车里的气氛属实有些压抑，陆云彤懒得理他，正想闭眼休息，就听他猛地踩刹车，车子停在路边了。你疯了？于晴安转头冷冷地看着他，过好一会才说：陆云彤，这个孩子我不想要了。怎么突然这么说？你都听到了。他没隐瞒地嗯了声。你不是一直想报复我？陆云彤话刚说完，于晴安用手掐住他的尖下巴，让两人不得不对视，才低哑地说：陆云彤，我是恨你，但不至于拿你的命换他的，我跟他还没这么熟。他承认，在听到他可能得癌症的那一刹那，于晴安真的慌了，说的要恨他入骨，不过是让自己不爱的借口罢了。6年了，他觉得自己可以狠下心来，对他只有恨，不过是在自欺欺人。于晴安，你不会真的还喜欢我吧？陆云彤见他不屑的一憋嘴，凑近吻上他的薄唇，有爱才有恨，我全当你还爱我。不过我不想跟你纠缠了，因为我想活得更洒脱。如果这次能活下来，他想走出去看看，不再执迷做个女强人了。如你所愿，陆家的老宅子是郊区的一处小别墅。谢谢你送我回家。陆云彤下了车，于晴安也跟在他身后。阿姨邀我一起吃晚饭。不是，我都打算跟我妈坦白了。于晴安用手封住他聒噪的嘴。我跟阿姨是投缘，与你无关。你这些天忙得连医院都不去，他能回家，靠的是我的功劳。还有，以后对我客气点。他微微撇嘴一笑，拉住他直接进屋了，堂而皇之的样子，俨然他是亲儿子。妈，你要认他当干儿子，我不同意。一口饭还没吃，陆云彤就被气饱了。你过几天手术需要人照顾，而我又要去外地你小姨家，不让小鱼照顾你，难道让你在医院时自行解决吗？
彤彤，妈妈刚手术完，元气大伤，你就不能听话一点？他既是你的男朋友，又是妈的干儿子，让小鱼照顾你再合适不过了。陆云彤没再反驳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母亲说的有道理。于晴安也表态的牵住他的小手，干妈放心，我会全心尽力照顾好妹妹的。妹妹刚走出老宅子，陆云彤就质问地望着他，不夸张地说，某人的这声妹妹让他浑身都麻了。他笑着摸一摸他的头，这场景仿佛回到了6年前，那时他们还正相爱。于晴安宠溺的神色总会让他成为被艳羡的焦点。说实话，陆云彤不是绝美的女孩，顶多算是普通美女，而于晴安却是男神加学霸，而且家境也好，妥妥的女生们的梦中情人。若不是因为那个传言，或许他们早就结婚，现在连孩子都有了吧。只能说世事无常，一切随缘呢。他们注定是没那个缘分。陆云彤，我会陪你进手术室，倘若结果不好，我养你一辈子。于晴安重重地点下头，像是在跟他承诺，可更像是真情的流露，让陆云彤眼眶微红，一头栽进他的怀里，呜呜地哭起来。话说，每个女强人的内心还不是个小女孩呢。那若是好消息呢？他低声试探地问。很奇怪，在生离死别的面前，他竟想的是儿女私情，自己还真是一个恋爱脑啊。假如的话，那我们就和好啊。或许等不到那一天，光是听听也挺知足了。陆云彤做手术的那一天，于晴安一直守在手术室门外，整整2个小时，他没有挪动一下，直到他被推出来的那一刻，想要上前看他一眼，才发现自己脚抽筋了，尴尬又好笑的样子，让还处于麻药尽头的陆云彤觉得他傻得可爱。经历一场生死，很多事都能淡忘吧，他们之间的矛盾似乎也变得不再重要。毕竟在这么艰难的时候，陪在陆云彤身边的竟还是于晴安。睡一会儿吧，我守着你。他摸着额头轻声地说。陆云彤朝他挤出一丝笑。于晴安，我们要不要和好？他一愣，但还是点点头。经历了这么多，于晴安也算想明白了，他上辈子准是欠了陆云彤的情债，这辈子才会对他念念不忘。既然忘不掉恨不了，那就只能随心而走了。陆云彤笑得有点飘飘然了，除了做个小手术，他好像撞大运了，先是虚惊一场，之后又被通知升职报告通过了，然后就是他们终于又能在一起了，兜兜转转，他还是他的。出院回家，于晴安是抱着他回住处的，一路上被邻居羡慕地注视着，让陆云彤羞得躲进他的怀里，一股淡淡的幸福让他觉得之前受的罪都值了。我可以走，你快放我下来吧。他抱着他，低头吻上粉唇地说，彤彤，你好轻。于晴安，你不说我还都忘了，为了忙着出院，我一整天都没吃东西，今晚你打算怎么伺候我？不甘示弱的他凑上前给他一个香吻，两人相视而笑，眼神都透着浓浓的爱意。这或许就是成年人之间的恋爱，既然想通了，那就只剩火热的相爱了。白粥配咸菜，还有我。这直白的话让陆云彤脸红到咳嗽了。于晴安，我才刚出院，麻烦你给做点有营养的饭好吗？我是遵医嘱，你是病人，更要听话。陆云彤拗不过他，
只能在耳边低声说：“那我要你喂我吃，不然他是食之无味的。”我只能答应抱你睡。他为难地说：“只要动刀子的手术，最起码也要休养大半月，而他又格外身体弱，于晴安打算让他最少养够1个月才能吃荤。虽然他也想，但宠爱总是要有个底线。于晴安，你把我想成什么样子了？我说的是吃饭的事，你快去做饭了。”他转身去厨房了，看他忙碌的身影，陆云彤忍不住心里开始荡漾了。久别重逢，独有的偏爱，他都羡慕自己了。2个月后，陆云彤的办公室迎来一位有气质的女人，强大的气场，连她都有些自愧不如，这才是真的女强人啊！我这里只有咖啡。他递过去咖啡，笑着说：“没事，我就是来跟你说几句话，喝什么不重要。”叶晨曦淡然一笑，微抿一口咖啡，给人一种他才是办公室主人的即视感。而一旁的陆云彤就气势弱一些，但他不在乎，被爱包围的女人，再弱也有人疼。叶小姐，找我谈合作吗？叶晨曦摇摇头地说：“陆总监，我是劝你离开于晴安，毕竟你当年做的事对他造成很严重的后果，现在见他缓过来了，你又开始纠缠他，这样真的会出人命的。”“是吗？但我要不听你的呢？”本以为是来大客户了，原来是情敌见面，难怪觉得分外眼红。他因你离开曾经自杀过，是我把他救回来的，现在你这是要撬墙角吗？陆总监，只要你能放过了他，我可以给你介绍大项目，让你坐稳总监的位子。陆云彤淡淡的一笑：“叶小姐，我恐怕不能答应你。”一场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了。晚上回家后，陆云彤因为刚应酬完，晃悠悠的就走进卧室了。看着背对自己忙工作的人，他纵身后抱住他：“于晴安，你好香。”这绝对是一句赞美的话，他不仅香，还特别招女人。“你喝酒了，为什么不让我去接你？”于晴安转过身来，将他人抱在怀里，用指尖轻抚他的碎发，爱意满满的看着。陆云彤就被眼神迷得神魂颠倒了，气氛到这里不可避免要一场欢愉了。“于晴安，你真的不恨我了？”陆云彤腻在他厚实的怀里，有点谨慎地问。他这些天问过几个同学当年的事，自己的主观判断确实有极大偏差，或许他真的误会于晴安了。那他做的那些报复的事，现在来看就太混蛋了。妈都跟我说了，你当年伤心的大病一场，统统是我对不起你，不该让这些误会产生。以后我会做到更好，让你有绝对的安全感，好吗？陆云彤在他薄唇偷吻一个，才痴痴地说：“好啊，那要不要？”他低头吻上了他的唇，而他也火热地回应着他，一切尽在不言中了。自从摊开谈过之后，他们的感情就越发如胶似漆了。于晴安还趁机求婚，陆云彤也痛快地答应了。毕竟他们错过了6年，现在的每分每秒，他都想争分夺秒地度过。但人生无常，该有爱不会少，该经历的考验也自然不会缺席。你们看到了吗？网上的那些视频，直接没眼看啊！同事小贾低声地说。同事小乙偷摸地点点头，还有其他的同事也在窃窃私语着。一个开放式办公室俨然成了八卦的集散地。
我就说嘛，他才来公司3年，就一路升到总监，原来是跟大老板有一腿。女人呢，只要肯豁出去，比男人有优势。一个男同事酸酸地调侃地说：别瞎说，陆总监人很优秀的，而且她男朋友也很有钱，不会做这种事的。终于有人肯为她辩解了，但是人少言轻，最后都被稀释掉了。公司里乱成一锅粥，而主人公陆云彤却在千里之外的地方悠哉地散心，顺便见一个重要的客户。他一直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，更何况自己从未做过。在法治社会里，陆云彤不相信事实还能被真的扭曲了。你让我好找。于晴安从身后抱住他，在耳边轻吹口气，气氛就变得暖昧了几分。找我？怕我想不开呀？陆云彤用指尖划过他唇边，亲昵的举动让气氛变得更融洽了。我是来跟你汇报情况的，也更是来邀功的。说说看。陆云彤踮起脚尖的在他耳边吹口热气，互相的撩拨让彼此都眼神炙热了起来。发视频的是老板的老婆，而他是被叶晨曦挑拨，才将被处理过的视频发到网上去了。我已经找了律师，会让他们出面道歉。他在想，他想要的是事实真相和一个清白。你果然很了解我。陆云彤感动的在他唇边吻一下，还主动的攀上他的脖子，一脸痴痴的望着他。此时此刻，对他只有崇拜了。于晴安笑着将他抱得更紧了。我只想保护我爱的人儿。哦，他感动的眼泪婆娑了。就一声哦。还有别的奖励吗？于晴安显然不太满意他轻飘飘的态度。刚才冯医生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我复查后的结果不太乐观。他微微的叹口气。于晴安轻揉他的头，安抚地说：我最讨厌小孩子，你可别给我找麻烦。我们俩刚和好，二人世界不香吗？他在心里，任何人都比不了他，就算是自己的孩子，那也不行。你当真的？于晴安肯定的点点头。他只要陆云彤，心意从不会改变。陆云彤沮丧地叹口气，那麻烦了，我现在都已经怀孕，你这会说不想要，好为难啊。于晴安一脸惊讶地望着他，在见他肯定的点头后，他还是脸色一沉。你说检查结果不太乐观，这孩子我们不要了。拿他的命去赌一个孩子，他绝不会冒这个险的。陆云彤见他走心了，敲一下他的额头，才一脸严肃地说：于晴安，我郑重地跟你说一遍，我身体很好，孩子也很健康，你敢不要他，那我就不要你了。那你刚才……他委屈地盯着他，手里还握住他的小手，生怕某人一生气就逃走了。你都快30的人了，还这么不经斗。陆云彤笑着调侃他，但他心里却是被感动得不要不要了。在保大保小的问题上，于晴安的回答令他很满意。我就是爱你，爱得小心翼翼了，很好笑吗？于晴安苦笑着反问。陆云彤深情抱住他的窄腰，凑近耳边痴痴地说：我也爱你，于晴安，咱俩是注定谁也离不开谁了。全剧中，